们现在从机场要到里斯本的市区，因为我们住的算是蛮市中心的。然后刚刚我们从机场叫 Uber 才15，对不对？坐半个小时，算很划算。从 Holiday Inn Express 坐到米兰机场就要花24欧嘛，而且那个才10分钟不到，所以在葡萄牙消费就偏比较低一点点，感觉 CP 值就很高。已经到了它的 Central 嘛，会讲西文其实很方便，葡萄牙文、意大利文看了都会念。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念至少都没问题。这边是他们的名品街，我们会来吗？我们应该不会来。退税是14哦，14很高呢，意大利13而已啊。如果你很贵的东西，大概13。这里很感觉就热闹啊 ，Hard Rock 咖啡。我们住了这里超级市中心哎，而且还有一个观光景点，就是这个电梯。但是有一个挑战是很难拉行李。葡萄牙的建筑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，它有一种古老历史感。哦，等一下再去拍，我们要先去吃饭。这一间吗？我要进去吃，先来吃饭，因为3点才能够进去。差点摸到很烫的盘子，所有的炖菜都要花一点时间。我点的这个是前菜，虾子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它是有一点炖的感觉，然后它会用橄榄油去弄。我点的是 codfish 鳕鱼，下面是 potato， 看起来好好吃。海鲜大餐，然后这是马龙的。我不能碰盘子，盘子很烫，没办法转。这个就是可以让你配面包啊，或者是配饭，是不是很嫩？肉很肥美。它有不同的鱼，不同的种类，然后炖菜也是有分不同海鲜或者是一个综合的这样。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会觉得偏咸，因为它可能盐下比较重，所以你要怎么吃呢？你要不要就配饭，要不然就配下面的这个马铃薯。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虾子，它酱汁是怎么用的？它吃起来就是很香，就是我觉得它那个酱汁就很地中海的感觉，很酷。它给你一个盒子，我还想说里面装什么糖果，这是我们今天吃的，我一个人吃了2份东西，全部吃光。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在里斯本住的民宿，出乎意料的温馨跟漂亮。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还不错，没想到真的很不错。这间是算是大卧室，它的颜色都是绿色风格，就比较深绿，然后这边有一点绒布的房间，有一个小阳台，虽然它非常窄，但是去看一下景色还是 OK 的，因为它所在的地方是闹区市中心，所以位置非常好。好，现在刚好在下雨，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真的是差点昏倒。它弄得就很像饭店的感觉，环境都很舒服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衣柜可以放东西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睡2个人。它这里是双卫浴，那我们那时候订就是因为一个人有一个房间，然后又比较省，要在里斯本待比较久，待4天3夜吧。带大家来看一下客厅，客厅在这里。是不是很美很温馨，就是很 cozy 的感觉。他们有给2瓶水，1瓶在冰箱，布沙发，就是说比较放松度假的感觉。还有3个落地窗的采光，所以如果太阳很大，我觉得采光应该很好。它的餐桌还有1瓶红酒，算是欢迎我们。哇，然后这里呢，因为是 Airbnb， 也是可以煮东西的，它给了一台那个 Nespresso 可以煮咖啡，然后热水壶，还有烤面包的，就是蛮方便的。然后这是冰箱，如果我住在这边3天，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啊。现在因为它这边已经是下午3点多，所以其实没什么太阳，加上它现在在下雨，可是你可以看看，我们没有打任何的光哦，这个光是自然的。然后再来看我的房间，在这里。有没有这个颜色
我觉得我的相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色差，可能稍微鲜艳一点点，不过实际上的感觉就是看起来就像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沙发，我这边也有阳台，我觉得它的设计很棒，让采光很好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全身镜，这就是我为什么选这一间的原因。女生应该很爱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卫浴，也是淋浴的这样子。如果你们有3个人、4个人去share就还蛮划算 ，CP 值很高。这里算市中心，下面餐厅或者是你要买什么东西都很方便。你看他都很喜欢这种容料的设计，可能他会喜欢有一点奢华感。这应该是屋主的巧思。哇，杯子啊，这些都有，就橄榄油都帮你们准备好了。如果你要煮点东西，这边还有一些锅具啊、锅碗瓢盆。那因为我们2个人3个晚上，1个人大概是400多美金，所以1个人合台币12000多，一个晚上大概就是4000多的台币。以它的市中心的位置，还有它整个的宽敞度，我觉得算是价钱很可以接受。如果你今天去住饭店，搞不好就更贵。那如果你们刚好是一家人一起来玩啊，或者是2对情侣啊，平均下来1个人可能就是大概1000块。说现在在下什么雨？你们看得出来在下雨吗？现在就在下雨，然后下面那一排都是餐厅，所以真的很方便，可以这样子都杯咖啡，站在那个栏杆那边看，就是可以拍一些照片，应该会很漂亮。有一个著名的景点，天哪，他现在在打雷吗？是那个高高的直条的灰色建筑，每一人都要去搭的那个电梯，我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这个是一个观光景点，希望它不要下太久，不然今天就毁了，就不能出去。这间 Airbnb 还有一件很厉害的事情，是我刚刚赫然发现，它居然有 room service。如果你觉得很累，不想出去，想要耍废的话呢，主人也帮你准备了各国料理，也有那个当地的葡萄牙的东西，然后还有 sobremesa 是葡萄牙文的甜点的意思。这也太贴心了吧？是说这里已经很方便了，还不出去是怎么样？只是说我认为不是很便宜，就是，但我觉得合理啊，因为它服务这么好，所以这间民宿超推。我刚刚还忘了介绍一个，我觉得是很棒的设计，因为我一直找不到它的 USB 插头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只会带1-2个插头，不会带那么多，可能就会带线。有这个 USB 就很重要。你看，它设计的很聪明，它是用的2侧，一个是 Type C 的，一个是一般 USB 的，然后中间又可以再充其他的。哦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加分加分。安斗好像是它这一整栋的名字，超推荐。进来就爱上了这一间。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是隔音很好，来感受一下隔音有多好。你听不出来外面其实现在正在下大雨，开给大家看，比较一下。隔绝有没有？完全没什么声音，而且这里是在市中心。正常来说，因为车子多，人又多，应该会蛮吵的。可是它的隔音也做得很棒，加分，已经要满分了。唯一的小小的缺点就是没有洗衣机，就是你要自己手洗，美中不足的地方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推荐，超赞，好喜欢。主人在设计方面也很有品味。如果你是远距工作的啊，就能够住在这种地方，很酷。雨终于停了，我觉得这条就很像维也纳那个市中心那条感觉。葡萄牙是稍微再古城一点。我们要去超市了，你看它的地板都这种，他拉行李的那个噩梦地狱，这种瓷砖必买的伴手礼吧。可是瓷砖那个不是有点小众吗？雨停了，太好了。而且我们发觉葡萄牙真的是消费比较便宜，可以买个2-3个这样。这几天会慢慢吃片葡萄牙的炖菜，还有它的烤鸡。我必须说，这个绿色瓷砖很像我家，就是我的老家，是浅一点点，没有那么深色。哎呦，
那我家也可以弄成葡萄牙，葡萄牙特级该不会要剪成200多级？哎、哦，好，那种红色很漂亮。好了，我们先去超市好了，永远到不了。我是根本没有来过，所以对我来说都很新鲜。开始点灯了。这一条街就是奥古斯塔拱门的这一条商店街，它这边也算是它的景点，算是历史悠久的景点。然后那边也是一个广场，我们就过去看看。蛋挞吗？这是这一间吗？巴塞的纳达就是不是蛋挞。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，这个缆车也是他们的特色。在路上可以听到很多西班牙文，因为就在旁边而已，他们太近了。我们要走到拱门那里。